知，你仍在温柔等着，来献上承受。好，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聊天室啊，今天还有宋恩牧师、雪伦师母，你们再一次的来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啊，在这里问候你们。上一次我们听到很精彩的部分，就是讲到你们二位都是在这个是不是要进行下一步的这种关系上面呢，都在犹豫啊。当然，你们都在寻找一些声音。那这些声音应该说，你们最终的目的是来寻找从上帝而来的声音，而不是光是亲朋好友或者一些资历很深的一些属灵长辈。当然那很重要，我也特别的在这里强调啊，作为年轻人，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帮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宋恩牧师特别谈到了他的周围的一些反应。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听一听雪伦师母，你在这件事情上又遇到了什么样的这种回复的声音呢？周围的声音当然特别是反对的声音哈。那我也理解，他们知道我刚信主，而且也没真的对于什么样叫做侍奉或者愿意这样侍奉有概念啊。那我自己搜寻了一下怎么做师母，也把我吓到了，就是做师母好难，又要出国什么的，所以我一直都在就说不要讲说愿意结婚了哈，我也光是要愿意答应要开始交往，这个对我而言都是个难关哈，因为你就觉得我答应跟你交往，因为咱们年纪都大了，就是在考虑结婚嘛，对吧？就跟你答应跟你交往，就等于要结婚，要结婚就等于要出国，要出国等于要做师母，这个一套你知道吧？一整套这样子全部包下来，就觉得太沉重，所以我连第一步我都不愿意那种感觉哈。我也觉得我只要开了一个口，就哇，就一路就走到底，我就回不了头，那种重担，就觉得哎呦，我应该不行吧哈。但是呢，那宋恩已经开始求婚了，而且他呢就是很密集的问哈，时不时的就探你的意见哈。我就觉得哎，我真的压力很大哈。也曾经试着找一个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生气，想要把他给赶走哈。没有想到他居然不，他的反应呢，我是很出乎意料之外，他就流着眼泪，然后就说，这样好不好？你可以告诉我哈，我哪里做的不好啊？我愿意改进哈，不是为了你啊，是为了我未来的妻子啊。我听了我就无奈了，对吧？怎么会这样呢？就会觉得你赶走的他的姿态都这么好看哈，真的就是于心不忍哈，就觉得这牛皮糖粘得很紧啊。那赶不走的感觉，那可是我就觉得我真的我也挺了解我自己的，我估量一下我自己的能力真不行啊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冲澡的时候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那时候我不是有说过吗？我买了一本书叫《如何倾听神的声音》，我想要知道神怎么对我说这个事儿。可是我看完那本书以后，我真的还是不会听啊，还是没有学会可以怎么听，我就把这书扔一边。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用啊，没有想到呢，神居然就对我说话了。正在我冲澡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心里纠结这个事儿，就说：“哎，我真的。”没有办法哈，也没有这么多的爱来爱这么多我不认识的人，我没有这么多的爱可以爱这些人，我觉得我不行，好，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关键点，就是我要放弃了，就是我不要再纠结了，纠结这个就是拒绝不了，然后。觉得不应该，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决定，太难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没办法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股意念吧，从我的心里面浮上来，然后那个声音就轻轻的在我的心里面说：“不是你去爱他们，是我
在爱他们，你只是我爱的导管而已。那样子的一个讯息啊，不只是它的字面上的意思，更包含了很多安慰的力量跟鼓励，然后让我就觉得充满被爱，让我就觉得充满了勇气，让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好像没有听起来这么难，因为感觉重担都在神身上哈，就是他在爱嘛，有道理，不是我在爱，我哪有那个爱呢？我只要做那个导管就可以了。我想停一下，插一句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神对你讲的不是你去爱，是他去爱这些人。那这些人是指什么？是不是就是说，因为你要嫁给牧师的话，将来你就要做师母，所以你就要去爱这么多人，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我不太听明白，就是神为什么说有这么多人，而不是只是指宋恩牧师这一个人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呢，我其实觉得意思是一样的，因为你也知道我是来自破碎家庭长大，我爱我自己也都很难哈，我爱我周围的人也很难，我这个是不完全的器皿。你叫我去爱一个，我连我的另外一半我都爱，我就觉得我爱不下去，真的，我怎么有办法去on top of that， 就是再加上这么多别人的期待跟别人对我的要求呢，对不对？我就是做不到啊，就是没有那个爱啊，连那个耐心都没有哈。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宋恩他，我觉得他比较爱我哈，我觉得我也不太可能就是愿意。那他有这个，我觉得这也是神对他的考验哦。回头过来看哈，5代基督徒从小学圣经哈，遇到一个很难爱的对象，一个爱不完全的人啊，一个从小受到家庭虐待的这样子一个充满伤口的人，很难爱的人啊，他怎么去挑战他自己过这个难关？这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我很难爱啊，真的。所以怎么看都觉得不能成啊。所以我自己就是说我爱不了别人，真的啊，我没有那样子的泉源，我也没有那样的根基，我也对于爱不是一个有正面记忆跟经验的人。好，我周围我经历到的爱都是扭曲的，所以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我自己。对，那我对于相信神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经验，我认识神也不深，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我就体会到上帝那句话说，不是我去爱他们，这不是出于我的能力，是神的力量，是他在爱。好，听起来你只要做个导管就好哈。那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只是我的管道而已啊，那这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哈。但是我就很记得，就是那个力量让我充满勇气的力量。回头过来，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使徒彼得在耶路撒冷对着3500人讲话，人家觉得他是小民，无知的小民，没有学问的小民，你怎么能够有这个勇气站起来，然后对不对？那个勇气从哪里来的啊？我自从那次的经历以后，我就知道说，哇，神是可以给人这样的勇气，让他们去能够有能力跟勇气去做他们原来做不到的事情。好，那当然后来我就跟我的教会的小组长讲啊，我说，哎呀，我有这个体会哈，啊，神这样跟我说话哈，哇，他们也很讶异啊，他们说，哇，感谢主哎，好，我在想，他们大概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刚信主1、2年的人哈，居然会有这么深刻的这个领受哈，明显就看不是出于我嘛，对，所以突然之间，周围的人就是在那个半年当中哦，慢慢的转换了态度，我就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呢？比如说我的小组长，他们本来不是说不行啊，不适合啊，突然之间他们就开始问了，哎，这个宋恩传道他打算什么时候来提亲啊？我就傻，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啊？那突然之间，那刘小婷牧师，就是他原来说不适合的牧师嘛哈，突然就对宋恩说，如果你们办婚礼哈，我可以去帮你们主持哈。
你不是说不适合吗？不赞同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慢慢之间，神改变我的心，也改变了他们的心，就突然之间的这个风向是怎么转的，我都不知道。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哈，我真的很想听听宋文他那边啊，他是怎么知道这个，他怎么发现这些转换的？好，苏文牧师，你能来讲一讲吗？好，的确，原本的环境的声音都是不支持、不赞成。准确来说，我也不知道从哪一个点开始转换的，但是就是真的就是风向就这样转了。那我印象比较可以讲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那个时候虽然就是双方教会牧长都不是支持赞成，但是我还是邀请了薛仁跟我再去参加一个我当时教会所办的一个，本来是给妈妈的一个特别还蛮多，当中有一定比例是没有信主的一个妈妈班，那是由这个刘小迪牧师的师母张姐她带的一个这个读书会啊，那读改变带来医治啊，很有深度的一本书。那我就跟薛仁参加，稳定的去每周就是去参加这个读书会。然后你跟这些妈妈们做朋友，这些妈妈也都很喜欢我们，因为他们都是看到怎么有2个年轻的小伙子青年男女，然后愿意去学习怎么样改变，而且至于自己得到医治，又能够为未来的婚姻做准备，2个人关系可以更好。其实是每个妈妈们那些参加妈妈们衷心的期待说，如果我的丈夫也愿意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个班，多好！就是他们就在好像看到希望一样，他们很喜欢我们。那总而言之，就是在那过程当中，师母就看着我们的互动，看着我们的坚持，那就大概在这个班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跟我说：“宋啊，虽然我知道这个牧师的意见啊，还有很多人给你意见，觉得薛仁不适合做师母，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个一起来参加这个读书会，我看到你们的在关系上面，还有在愿意去改变这样的心智，他觉得薛仁其实也有这个潜质，有这个潜力，可以未来成为一个师母。他觉得他看到这个潜力，他觉得那时候他就觉得也算是给我的鼓励吧，就觉得能成。所以有2个师母可以说是在这过程当中给我鼓励，一个就是他的这个以前的受洗牧师吕大华牧师的吕师母，还有这个刘小玲牧师的这个师母张姐，他们这位师母就算是比较给我鼓励。他也不是说就一定能成啊，但是他就给我在那个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他们就很客观的去讲出他们的观察，看见，然后给我这样的鼓励。我觉得这是很让我记忆性很深刻的。那后面当然也就像刚才学生讲的，两边的牧长们都在问改变，以前都说不赞成，现在都纷纷来问说，什么时候办婚礼啊，或者婚礼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参与啊？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奇妙的。